好，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看一道 LeetCode 国际版精选题其中的一题，题号是1137泰伯纳系数的第 n 项 （Fibonacci number, the nth term）。题目给定我们一个泰伯纳西系数，然后这可以视为是前面我们介绍过费氏数列的推广题。前面费氏数列是只有前面两项的递回关系，那这个再进阶一点，推广成三层。题目给我们说，初始条件是 T0 等于0 ，T1 等于1，T2 也等于1，然后递回关系是等于 Tn 加3等于 Tn 加 Tn 加1加 Tn 加2，对于所有的 n 大于等于0都成立。要求我们返回泰伯纳系数的第 n 项。他给我们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比较小，第二个例子又太大，我会在白板解题的时候把范例解掉，然后最后用程式去计算我们第二题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第一条说 n 最小可以是0，最大可能到37，最小等于0，也就是说他今天问第 n 项的时候，他可能会问到初始条件，因为初始条件有3项，初始条件就是一开始提到的第0项、第1项和第2项，所以最后他在 query 动态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会问到初始条件，所以在设计演算法的时候要小心不能预期 n 只是会一个大的数字 ，n 也有可能会是很小的，也有可能是0，可能是1，可能是2。题目保证答案一定可以放在一个32位元的整数，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整数异位的问题。所以使用 C、C 加加 Java 等语言的同学就可以放心，不用担心会有整数异位的问题。那这一题其实蛮直觉的，因为前面已经做过了费氏数列，就算没有做过，你看到这个形式，你也知道这是费氏数列的一种推广形式更何况官方题目也讲了，这一题就是一个数列的应用题，令第0项为0，第1项、第2项为1，然后接着用递回关系式推导第 n 项所以这个已经明示暗示非常明显。那我们就用白板来解范例，然后最后会从范例中推导出我们的演算法，再从演算法中的程式来计算最后的答案。OK， 那前面题目已经给前面3项了，也就是初始条件已经给了 T0 等于0 ，T1 等于1 ，T2 也等于1，然后递回关系也给了，递回关系给 Tn 加3等于 Tn 加 Tn 加1加 Tn 加2，也就是当前最新的这一项永远依赖最靠近自己的前3项。那其实这边有一个化简的小技巧，我们可以令 n 等于 k 减3代入，化简之后会变成 n 等于 k 减3代入 k 减3加3，所以这边可以整理成 tk， 也就是这个数列的第 k 项可以等于 k 减3从这边得来的，加上 k 减2加上 k 减1，然后这边对应到原本的条件就是 k 大于等于3，所以经过化简会得到一个我们比较习惯的同则的式子 ，tk 会等于 k 减3加 tk 减2加 tk 减1，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通则或是一般递回关系式。那有了通则，有了初始条件，那动态规划的基本要素都具备，那我们演算法就是依循这2个原则来撰写。一开始第 n 项进来的时候，检查它是不是初始条件，假如是的话，就直接返回。像刚刚题目说，它有可能问第0项、第1项、第2项，那它假如问的是第0项，我们就直接返回0。他问的假如是第1项和第2项，我们就返回1。他假如问的是比较大的数字，那我们就用这个通则的式子代入去解，就可以得出最后的答案。以刚刚范例1为例，范例1要求我们求出第4项，这边是第0项、第1项、第2项、第3项，第3项是多少？第3项等于前3项乘加嘛，所以第3项会等于0加1加1，所以得到2。那第4项呢？第4项也是前3项相加，所以第4项会等于1加1加2，就会等于4，所以第4项就是等于 T4，也就是前面范例所求的答案。那这个数字因为 n 到25已经也带到比较后面，这个数字也太大，到时候我们会直接用程式来计算我们的答案。好，那现在已经有动态规划演算法，我们已经有通则，也有初始条件，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程式码可以怎么撰写。
那一开始是一个比较直观也比较直觉的 top down， 也就是从上而下的动态规划演算法。一开始会有一个建表动作，前3项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顺便放在 DP table 里面。第0项等于0，第1项等于1，第2项也等于1。接下来建造一个动态规划的递回方选，传入参数 i 代表求出 di 项。假如 di 项已经在表格里面，代表已经计算过，可以快速查表返回答案。那假如没有，就是用通则。通则就是代入刚刚我们这边看到的关系式 ，dk 项等于前3项相加，所以 di 项会等于前3项相加 ，i 等于 dpi 减3加 dpi 减2加 dpi 减1，求出的答案再回填表格，可以供下一次使用。最后传入的参数就是我们 dpn 计算答案，也就是我们最后答案。那这边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算法。那既然它今天已经被当成是一个上机考或是面试的考题，那我们可能会被要求从一个比较直觉演算法去进行优化。OK， 那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种 top down， 我们可以看对应的 bottom up， 也就是由下而上的算法，其实也很容易。等价的 bottom up 写法可以怎么写？等价的 bottom up 写法可以这样写，一样是一个建表的动作，把初始条件的前3项放进来，接着构造一个从3到 n 的回圈。因为前3项已经有了，所以这次我们更新只要从第3项，也就是 T3 开始更新。每一项一样用到一样的递回关系式。di 项永远依赖于最靠近自己的前3项，分别是 i 减1、i 减2、i 减3。当回圈迭代终止的时候，最后的第 n 项就是我们所求，也就是我们最终答案。OK， 那这边已经示范了2种等价的动态规划演算法，分别是 top down 和 bottom up。一种是由上往下比较宏观看到微观的观点，另一种是反过来从下往上看，从微观开始计算，堆积到一个比较宏观的答案。那第3种还有更优的空间优化演算法，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每一次在计算 di 项的时候，永远只依赖最靠近自己的前3项，所以对 di 项来说，前面更小的 i 减4、i 减5一直到第0项，其实这边都是可以丢弃的。所以真正需要的空间只有相依于自己的前3项，所以我们可以把空间从 big O(n) 压缩到 big O3。所以这边我们用到一个空间优化的技巧，建表的时候一样是放初始条件，第0项、第1项、第2项，但是在使用通则的时候，就有一个微妙的差别，这边就不再是放 i 了，会有一个对3取余数的动作。这个对3取余数的动作，就是把我们的空间从原本的 big O(n) 映射到我们这个 big O3 的表格，分别映射到余数为0、余数为1和余数为2的表格中。因此我们使用的空间就可以更精简，只要储存最靠近自己的前3项就可以。同样的，迭代的逻辑依然不变，还是 di 项相依于最靠近自己的前3项，只是在空间的存取上用了一个空间压缩，也可以讲成是状态压缩的技巧，在空间上用得更为精简，不会有冗余的浪费。最后求出的 dn 项就是我们最终答案，也是题目所求。好，现在就可以来快速测试和提交我们程式码。这边以第3种，也就是最优空间压缩、空间优化的演算法来做测试与示范。好，没有问题。那到这边我们可以来分析我们的复杂度。分别3种对应的就是第一种 top down， 它的成本会落在哪里？时间上成本就是这个递回呼叫，这个递回呼叫会有多深？最深就是从 n 一直往回呼叫到 n 减1、n 减2、n 减3，一直回到初始条件为2、为1、为0的时候才停下来。所以整个递回呼叫最深的深度就是时间成本是 big O(n)。那空间呢？空间也是，因为每次递回呼叫都会使用到 runtime 建立的堆叠 ，runtime 进入的堆叠，它的空间大小最大也是递回呼叫深度，也是 big O(n). 第二种是等价的 bottom up 写法，
bottom up 写法成本都在哪里？ bottom up 写法相当于把递回打开成一个回圈 for loop 迭代的形式。那这个 for loop 的长度多少呢？ for loop 长度也是相依于 n， 所以这边的时间成本最大也是 big O n。 那空间呢？空间也是 big O n， 因为对应的每一个 dn 项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格子点储存，所以这个 memo 表格里面最终会储存 T0、T1、T2 一直到 Tn， 总共会有 big O n 个格子点，所以空间上的成本最大也是 big O n。 第三种就是空间优化的 bottom up 的算法，时间上依然不变，还是需要一个 for loop 迭代，但是在空间上就精简很多，你每一次都只依赖前三项，所以最终 DP 表格的大小也只要维护前三项就可以，所以空间上的成本可以缩小到只需要 big O3， big O3 相当于常数级别，也等于 big O1，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最优的空间优化演算法，最后的空间成本可以压缩到 big O1。 好，以上是今天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不知道大家在面试或是上机考的时候，有遇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很简单、出乎意料、跌破眼镜的题目呢？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分享。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我们今天这里，下回再见，拜拜喽。